海盗贼，顾元帅万岁！顾元帅万岁！元帅您听，百姓都喊您万岁呢。依我看，您就是大燕的福星，也是守护神。住口！传令下去，近呼万岁！这是杀头的大忌。啊，是，都不许喊万岁！百姓无心，帝王有意，万岁二字或许不止这一时出现，怕是已经传进了那位眼里。呵呵，顾爱卿，南疆海岸大捷，你劳苦功高啊！托陛下洪福，黑龙军乃陛下精锐之师，臣等深知此番连战连捷，非天时，非地利，实乃全仗陛下圣心独运，明鉴万里。三军听的是陛下的号令，胜的是陛下的谋略，臣不敢居功。卿自谓无功，可朕闻坊间颂声如潮，见万民俯首如见北辰，这万岁之呼声震云霄，朕在宫阙深处亦觉过于喧嚣了。陛下，百姓一时被喜悦冲昏的头脑，才口无遮拦啊！臣已当场喝止，臣对大燕，对您绝无二心呐！无二心，功高震主自古皆然。顾爱卿，这道理你不懂吗？不过，朕是个念旧情的。朕封你为护国公，赏黄金1000两，侍女100名。你统千军战海盗，只有舟车劳顿也是太累了，朕实乃心痛。思虑一番，顾爱卿还是将兵符交出，以后也好安心就在京城，安享清福啊。陛下，臣这些年看惯了沙场血色，也听惯了百姓呼声，臣深知雷霆雨露俱是君恩，赏赐臣万万不敢受。若陛下垂怜，臣只愿用所有军功换一纸归乡的文书，让臣回去教教村里的后生耕读，告诉他们如今的太平是陛下如何宵衣干食换来的，这比任何封赏都让臣心安。爱卿之言，朕允了。臣遵旨，谢主隆恩。李选，你以为收了兵符就能困住我？你等去寻找此物，切莫杀驴。好在我早就算到了这一步，我这一离开，这京城的风怕是要变相了。顾帅，皇帝小儿为何只召见您啊？为何不召见我等？顾帅，皇帝有没有刁难您？都给我闭嘴，听顾帅的。尔等速速返回军营，各行其事，在这堵着干什么？我无事。我已厌倦沙场，已向陛下请使，让我告老还乡。顾帅这是怎么了？真的是厌倦了沙场吗？还是不喜朝堂争斗？如是其他，末将也愿为顾帅搏一搏。嘘，禁言。在这权力场上，果然最不值钱的就是忠心。顾长风啊，顾长风，你到底是朕命的救命药，还是想要朕命的毒？顾长风，好一个安邦治海策，字字珠玑，句句为国。朕每次看这卷策论，都觉得你这双手伸的是不是太过长了些？开放海岸，加强对外，你口口声声说那是国之财源，可你知不知道，那是我那些皇亲国戚、开国大臣们的命根子。他们守着内陆的商路守了几十年，你现在要开海，是要断他们的财路，还是要逼着他们来断大燕的生路？还有这海军操练、造船、驻防，哪样不要银子？你把国库的银子都撒进了海里。是海防固了，敌寇远了，可你顾大人的名望也快高过这金銮殿的屋顶了。满朝文武半数随你，坊间百姓背地里叫你救世主。哼，在这天下大燕，北有戎夷，南有海寇，杀机四藏。你提议减税惠民，藏富于民，可若是朕的税收少了，朕拿什么去养那帮贪得无厌的世家？拿什么去稳这摇摇欲坠的大燕？长风啊，长风，你太聪明了，聪明到了我都看不透你啊！福洪进来。是。
猛子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个副将不应该在黑龙营内吗？嘿嘿，我就猜到这几天你就要自己走。自从你战场上救了我一命，我这辈子就认定你了。自从你从皇宫回来后，傍晚圣旨就已下达到军营。等我回营后，看到了与圣旨同来的主帅，叫什么曹子虚，我看他就烦，名字叫得倒挺儒雅，但给我感觉一肚子坏水。我雷猛自然不愿与之为伍，自愿辞去了职位。这鬼天气，连口喘气的阴凉地儿都没有。顾老大，咱还有多久能进城？照这个脚程，日落前就能到达城门。喊吧！这方圆10里除了老鼠和老鹰，连个鬼影都没有，看谁能救你！大哥，这小妞皮肉嫩得很，咱哥俩今天算是有口福了。光天化日，竟有人在强抢民女，这帮该死的杂碎！10点钟方向，50步。老子管他几步，先剁了再说。接招吧！啊，我的手！顾老大，这破竹竿在你手里，比晋军的亮银枪还威风。哼！威武营的军需竟被人这般私道倒卖，甚至落在这群为非作歹的恶徒手中。护甲腰间的铭文虽已磨去，但我怎么会看不出来？感谢2位恩公救命之恩。我本名苏婉清，3年前父母带着我离开爷爷出去讨生活。我们这次本想来接爷爷去享清福的，可这天下怕是早就烂到根里了。军爷，我实在是没有铜板了，要不你看这有些青菜是我自己种的，你看看能不能行好放我进去，这青菜可甜了。官爷，求你行好，我就靠这点菜换口饭吃啊！少废话！你个老东西，进城费都交不起，还敢来进城？滚远点！这狗官太过分了。顾老大，咱们就这么看着。稍安，先进城，别因小失大。站住！进城费，每个人5个铜钱。我告诉你们，少1个子儿都别想过。这也不够啊，这才几个子儿。哟，这姑娘还挺水灵的。我说跟着这俩乞丐有什么好的？要不跟我吧，小妞。瞧你这穷酸样，浑身上下一股死人味儿，也配进城？怕是进城蹭饭吃的吧？这位大哥，这些可是我们最后的钱了，您看看你就方便，让我们进去吧。哼，不识抬举，滚！别在这碍眼！行，让开！雷猛，看清了，那是黑龙营的专属印记。正规军营的军械怎会出现在琼县县衙差役身上？再想想断魂坡的匪土，身着的可是威武营的制式扎甲，琼县县衙定有猫腻。顾老大，这么说来，这帮狗官铁定和外人勾结倒卖军需，太放肆了！您说怎么干？我绝无二话。军需流散绝非小事，今夜我们便潜入县衙库房，查账本找证据。只是此事凶险万分，婉清姑娘，你刚历经变故，我们不能牵连你，你只管安心去寻你爷爷，就此道别吧。2位恩公，这太危险了，我一介弱女子也帮不上什么忙，你们万事小心。雷猛，
记住，我们的目标只有军械账本，拿到账本就能查出军械倒卖的真相。顾老大，我记住了。只是一想到那帮狗官勾结匪首倒卖军需，还有城门的羞辱，我就咽不下这口气。沉住气，拿到证据才能彻底揭穿他们的恶行。现在冲动只会前功尽弃。这可是掉脑袋的买卖啊！大人放心。谁在那里？竟敢闯本官的仓库！不好，有刺客！快喊人！别跑！拿下这2个刺客！县令有令，格杀勿论！顾老大，这群狗官追得太紧了，跟他们拼了！先脱身，别硬拼，留着体力才能查清楚真相。顾老大，你快走，我来挡着。雷猛，这人太凶了！顾公子、雷公子，你们怎么伤得这么重？快扶进来！多谢婉清姑娘老人家相救，我们2人遭人陷害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乱世之中，互帮互助是应该的。你们安心养伤，天亮再做打算。废物，连2个人都抓不住，传我命令，全城搜捕。就说他们是敌国刺探，图窃取军械机密，还杀害主簿灭口。抓到者重重有赏，反抗者格杀勿论。大人，你不能多言无益，拖下去灭口，伪造现场，就说是那2个刺客干的。老人家，婉清姑娘，多谢相救，我们现在就走，不连累你们。走。是他们，人就在前方附近，跟我来，逐户搜寻。是。这是来不及了，屋后有密道通往后山，你们带着小女走，我来拖住他们。老东西，你把人藏哪儿了？别跟我说你不知道，他们可是重要人犯，举报了他们，好处少不了你的。你在说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你们休想在这里胡作非为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拖出去，当众问斩！通敌叛国、包庇刺客者，这就是下场。谁敢包庇刺客，与他同罪！造孽啊！好好的老人家就这么被害死了，官兵太凶了，不敢救啊！真是晦气，满地鲜血，熏死本县令。那2个反贼伤了衙役，贱民还敢包庇，简直是不把本县令放在眼里。传我命令，全城封锁，大街小巷挨家挨户搜，抓到之后不必请示，就地挫骨扬灰，悬尸示众，以儆效尤。遵令，全体听令，分头搜捕刺客。遵令。顾老大，我没事，这点小伤不碍事。爷爷，我们逃出来了，可是爷爷，他们怎么能这么对您？我不能哭，哭没用，
我不要苟活，我要亲手为爷爷报仇。爷爷在看着我。顾老大，我们一刻都不能等，现在就杀回去，找那个狗县令和黑风寨的贼子算账，不能让老人家就这么白白死了。仇一定要报，但不是现在。福德的命，黑风寨的阴谋，还有黑龙营丢失的军械密讯，我会一一查清楚。欠我们的欠所有逝者100倍、1000倍偿还。我听顾老大的，这笔账我们慢慢算。爷爷，等着我，我一定为您报仇。也许放手是种新的解脱，但那勇气始终难以拥有，在爱边缘不断徘徊。这深山里真的能走出去吗？都跟紧我，别落单。深山里不太平，这山路偏，没有官兵搜捕，咱们走这里最安全。慢慢走，不碍事。小心脚下青苔，湿滑得很，踩稳了再走。多谢顾公子提醒，有二位在，我安心多了。踩着中间的青石走，别踩空，我扶着你们。狼，好多狼！小心，是狼群，护住婉清。多亏了二位，刚才若不是你们，我怕是……无妨，有我们在，不会让你有事。有我们在，你就放心吧，婉清姑娘。我看这柴烧的也差不多了，我去找些柴回来。注意安全，快点回来。明日天亮再出发吧。好，你也早点歇息，我和雷蒙守夜。是官道，是黄土官道。我们走出深山了！哈哈哈哈哈！有官道就有人烟，终于不用躲在深山里了。老伯，向您打听个地方。老伯，您可知溪水村？那是我父亲的故乡。知道，溪水村嘛，离这儿不远，顺着这条道直走，会有条岔路口，走右路口，再走到头就是了。多谢老伯。多谢老伯。来啦！吃得好饱，确实不错。小朋友，请问村长爷爷家住何处？最前面那间大院就是村长爷爷家。晚辈顾长风，欲待有人在本村落户，特来求见村长。哦，你们可与本村有何渊源啊？家父名讳顾征山，晚辈正是村西老顾家之人。村西老顾家确有独子顾征山，你是他的孩儿。俺叫雷猛，一路追随顾公子。小女名婉清，家人遭山贼所害。幸得顾公子相救，无家可归，只求一处安身之所。你们既无恶意，又皆是长风亲友，本村可以接纳，但按村规，二位只能归于顾家户籍，不可单择立户。全凭村长安排。
多谢成全。多谢村长。这就是我顾家的旧宅了。嘿嘿，公子，墙虽旧，院子可不小，收拾出来定是敞亮的。这门咋这么不结实？可不是俺故意的。屋子虽旧，却是咱们的根，咱们一起收拾，定能把这里变成安稳的家。重活全交给俺，保证给他收拾的利利索索。我也来帮忙，扫去尘埃，这里定会焕然一新。瞧，院子一下子就宽敞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有你们在，再旧的屋子也能变成家。婉清，你一路辛苦，你又是女子，今夜睡床上歇息。俺们身子结实，睡地上无妨，这干草铺着软和着呢。这，多谢顾公子，多谢雷大哥。终于到了。这一觉睡得也太舒坦了，浑身的劲儿都歇满了。今日活不多，东西侧空屋还没整理好，我和雷猛负责修缮打扫，简单规正利落就行。婉清就辛苦些，备些茶点，再煮上一壶热茶，等我们忙完正好歇脚。放心吧，保证给你们备得妥妥帖帖的，炒米糕管够。哎，放心老大，保证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，绝不给婉清姑娘添乱。屋子收拾完了，婉清姑娘糕好了没？这糕也太甜了，忙完吃一口太得劲儿了。老远就听见你们院里热闹，屋子都规整利索了。这后生在村口打听你，说是你的旧人，我给你带过来。公子，您要的红薯我给你带来了。莫影，辛苦你了。邻里之间客气啥？多谢村长叔，还劳烦您亲自跑一趟。这薄荷正好泡水。我可听说了，这行囊里是南疆的好东西，叔今儿个可等着沾光，吃你家的煮红薯。哈哈哈。好家伙，这红薯还认人，知道俺馋他。莫影兄弟，这南疆红薯咋吃才最香？煮着还是烤着？煮着软糯，烤着香甜，不如今儿个都试试。都听婉清的。好。长风，天人进口是喜事，只是近来村里有不明来路的外乡人晃悠。你刚落户，凡事多留个心眼儿，有事随时去村里寻书。多谢村长叔提醒，晚辈记下了。红薯煮好，第一时间给您送过去。莫影兄弟，南疆这除了红薯还有啥稀罕玩意儿？莫影兄弟刚赶完远路，先让他歇口气。别缠着莫影了，今日煮烤红薯都安排上。是。婉清，碗备好了，大碗小盆都备好了，就等你们生火了。生火俺最拿手，这就去抱柴火。耶！公子，除了红薯，我还探到消息，南疆有异动。该来的总会来。公子，从头说，南疆那边，你亲眼见到的和探来的
分开说。寻红薯时查到，南疆乌罗蜀都首领与北戎使者已在嘉阳山谷秘密会面2次，他们以皮料为掩护，夹在军线。货上的锻造标记和琼县弩箭上的标记完全一致。原来是一条线。朝里有人在替这条线护着，否则琼县的事早就往上捅了。这条线的另一头，不在南疆，不在北戎，在京城。属下还查到，北戎已派人潜入边境，探查边军粮草的补给路线。粮草的事比军械更急，你先歇着，这件事我来想。是。安稳日子终究是短了些。天快亮了。公子，你这是一夜没睡？叫上晚清和莫影，跟我去村西看看。好嘞，公子。好，我来了。就这里吧。公子，你这是干啥呢？公子，你看这地是要种东西？红薯是要种咱们带回来的南疆红薯。这块地够大，土质还能用。我打算把红薯种开，不只是咱们院子里那点儿，要让这片地都种上。先从这里开始，再往周边的村子推。若是种开了，遇上荒年，附近的村子都能撑住。你是这么想的吧？比荒年更急的事也有，但粮食得先种上，其他的事一件一件来。俺最能干这个，翻地、挑水、搬石头，全交给俺，保证打理的妥妥帖帖。雅典留足方能扎根。这嫩芽这么小，种下去真能活？活过一茬就知道了。院外无异常，但愿能不负这一路辗转。从这里往北翻3丈，莫影拉绳定笼，晚清备种快。得嘞。这是在种什么稀罕东西？这是什么稀罕物？这荒地好几年没动了，能种活吗？红薯，南边的东西，早年走南闯北见过，能不能活我也不清楚。南疆的品种耐旱，产量高，土还行，就是板结的厉害，要多翻几遍，翻浅了根扎不下去。土翻得深，根才扎得稳。草根不除，难长好苗。懂地的人终究惜地。龙直勾云，苗才能齐。这么小的芽，竟藏着无限的可能。种下去，它就会往上长。可不能碰坏了这嫩芽。去！要是真能活，到时候叫我来看看。莫影，咱啥时候进山打点野味，给晚清姑娘补补身子？守好你的院子吧。到底是给晚清姑娘补身子，还是你想打牙祭啊？都安分些，咱们才安居不久，少生事端吧。爷爷，
我们目前算是安稳下来了，您可以安心了。这些东西，您贴身护了一辈子，绣香囊、旧布衫，还有您常攥在手里的铜钱。什么东西？这是当晚您塞给我的那封信。婉清，拿好，千万把这信拿牢了。明天一早送兴盛镖局，切记绝不能给旁人看，务必加急送南疆你大伯家。这信关乎全家性命，快下去！我不走，我要跟爷爷一起，别丢下。下去！开门！再不开门，老子就踹了！那天就是爷爷出事的前一晚，我倒要看看这里面到底写了什么。这字我从来没见过。莫大哥说过，南疆最近正有异动。爷爷，您到底藏了什么？苏姑娘，不行，不能让顾先生他们知道这件事。这件事，我必须自己先查清楚。莫大哥，短刃擦完了没有？要不要我帮忙？快好了，多谢姑娘。婉清，祖父的遗物都整理妥当了，若是有难处，只管开口。这柴劈完，傍晚就能烧锅了。这袖口补好了，也能再穿些日子。晴日正好，倒也安稳。莫不是村长来了？婉清，去看看。好。这是自家柿子树上的，湿透了没人吃，给你们尝尝。村长来了，快进来坐。劳烦村长挂心，还特意跑一趟。哎嘿嘿。村长快请，院里晒得暖和。哎，慢点喝，别呛着。无妨无妨，萌小子性子直，痛快。东头王家那小子生得壮实，哭声老远都听得见，他爹乐得合不拢嘴，请了全村吃饭。你们来得晚，没赶上。那顿饭办得实在，全是硬菜。是件喜事。是啊，添丁进口，最是欢喜。还有一件事儿，我也是听人说的，不知道准不准。琼县的福德县令调走了，新来了一个县令，上任头一件事就是把前任的账目调出来，一行一行的查，查得细，也查得认真。我就想着，你们当初在琼县出过事，这新县令的事，你们要不要知道一声？我也拿不准该不该跟你们说。新县令是何时到任的？听说上个月月初的事，算下来也有小半个月了。可知是哪里人？有无亲友在本地？这个就不清楚了。听说是个年轻人，面生，不像本地的，别的就不知道了。没人敢多打听。查账目，莫不是要找什么麻烦？顾公子，这事对你们来说要紧不要紧？要是要紧，我再去帮你们问问。不要紧，村长听着就好，别往外传，免得惹来不必要的麻烦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就是来知会你们一声，也没跟别人说，就怕耽误了你们的事儿。顾公子，有什么事儿你们说，村里的人你们可以用得上，别跟我们客气。多谢村长，劳您费心了，有空常来坐坐。哎，好嘞。公子是不是在想新县令的事儿？别多问，公子自有考量。琼县账目怎会偏偏这时候清查？去打探新县令的来历，何处人数，何人举荐，入仕几年，越细越好，越快越好。切记不可打草惊蛇，莫让人察觉。明白。公子，那新县令是好人还是坏人？会不会是来查咱们的？不知道，先看他清查账目，未必是冲我们来的。也是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我继续劈柴去。劈柴烧锅，日子安稳，挺好。
但愿一切都能安稳下去。新令入局，这盘棋该动一动了。这是谁？怎么在这儿坐着？喝点水。水，谢谢。喝完了，你怎么样？哎，坚持住，我带你回去。没事儿，带他回去歇会儿。晚清，烧水。雷猛，把院门关上。啊，好。谢谢各位。忍一忍，我帮你清理伤口。看穿着是边军的人。晚清，水来了。忍忍，很快就好。能进屋坐吗？能。多谢公子。从哪边来的？从琼县那边，山道上。你们是做什么的？运粮的，押粮草往北，去边军营地。在哪里遭的事儿？山道上，离琼县2天路，峡谷拽弯处遭了埋伏。不是山贼，那是何人？竟有此事！弩臂上有没有什么记号？有，一道横线加一个点，记不太清，但大概是这样。今晚留在这里，偏房歇着，吃点东西养伤，给他拿点干粮和热水。好，我这就去。来，我带你去偏房。就是这里，距琼县2日路程，峡谷转弯处，墨影拓回的标记也是这个刻痕。原来这2件事本就是一体的。墨影还未归来，此事越发不简单了。腿伤能走了，路上吃。喝口热水再走。拿着，路上用。我得去找我的兄弟，不知道他们在哪儿，但得去找。去吧。希望他能找到。我去烧水。进来。水放这儿了。喝点水缓一缓。新县令沈池是朝中御史台清流一脉门生，调任琼县非寻常任命。有人借他清查前任军械旧账，幕后推手查不实，但朝中分量不轻。说下一条，福德县令上月平调，品阶未降，无任何处置，调令极快，事前无风声。查账的人和保县令的人是一伙的吗？保他的人手很稳，分量不轻。沈池那边继续盯，查他查到哪里，查到谁，别打草惊蛇。福德县令的去向也摸清楚。是。去休息。到底是不是一伙的？还不知道。此事越发扑朔迷离了。唯有此处最是踏实。成了，叫他们来看看才好。公子，田边那边有啥动静不？去田边，有惊喜。是幼苗又长高了吗？嘿，不管啥惊喜，跟着公子准没错。终究是盼到了。公子，莫非是红薯长出来了？别急，看我慢慢探。公子，真要是红薯，那可太好了。
一定是他，一定能成。出来了，真的出来了！真的长出来了，公子，我们真的种成了。总算种成了。没白等，也多亏了你们连日来的照看。公子说笑了，我们也没做什么，都是公子选的好地，教的好方法。就是，婉清说的对，主要还是公子厉害。好家伙，真长出来了！以后咱们就有红薯吃了，再也不用愁粮少了。是啊，有了这些红薯，咱们以后就踏实多了。尚可，也算一桩慰藉。这红薯看着就结实，煮着吃肯定香甜。是啊，透着一股踏实劲儿，看着就安心。是真的，比我想象中大多，也结实多了。婉清，你摸摸这质感，硬邦邦的，肯定能放很久。这样就能存好久，慢慢吃了。不止这一个，这片地应该都长了。嘿嘿，这儿也有，公子，这儿也有，比刚才那个还硬实呢。这边也有，你们看，我们种的红薯真的都长出来了。这封信从京城藏到溪水村，翻了无数次，终究该给他看看了。昨日红薯握在手里，日子有了实感，还有什么不能托付的？雷猛，长风在吗？在正屋呢，一上午都没出来，里面没旁人。进来。这封信我藏了很久，里面的东西我想让你看看。这是京中御史台的专属暗记，怎么会在他手里？他果然认得这个印记，我没信错人。先放着，不急。我知道，有你这句话我就彻底踏实了。一路颠沛流离，唯有这里能让我把这东西放心交出来。暗记对上了，京里的暗流终究还是漫到这溪水村了。苏姑娘，没事吧？没事，都妥当了。嘿嘿嘿，妥当了就好，有公子在，啥坎儿都能过去，不用怕。北兵烧了咱村，只能往南走了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纵使逃难，也舍不得丢了种地的根，这便是民心。要留，便得给他们活下去的法子。他们都走了，咱不走，会不会出事儿？不走的，跟我来。能不能活下去，就看这一把了。公子要做的事儿，俺守着便是。按进去，敷土，压实。俺没种过，弄不好。自己种的才最踏实。原来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里。公子终于要动了，走一步算一步吧。步履沉稳无兵器，是办事的，非歹人。
需及时通报公子，不可怠慢。青竹文，清流思政，果然是他派来的。县令大人差我来，有话带到。大人说，此事他一人动不得，需要一个他信得过的人。郡县案的账本有一份副本藏在琼县，大人已经找到了。他要我做什么？大人让我带最后一句话。他说，他知道顾大人是谁，这份账本，顾大人比他更需要看见他。走。身份已露，琼县是时候动了。在外戒备，莫要轻举妄动。公子放心，属下守在此处，绝不让人靠近。顾大人，久等了。深夜约见，选在此处，实属无奈。此处偏僻，无人窥探，方能直言。我懂，不必绕弯子。账本在哪里？我赴约，只为查出这背后的阴谋。不急，此事牵连甚广，关乎边境安危，需先让大人知其轻重。咱们有话慢慢说，莫要急功近利。郡县案涉及的军营，不止大人知道的那些。下官查了粤语，也才触到一点皮毛，且每查一步，都危机四伏。你查到的，可有实证？此事不管人与各方都牵扯甚壮，实证都在这账本里。牵扯多少？大人先做好准备，这个数字足以撼动朝局。大人先莫急，还有账本里一个名字，大人怕是没有想到。这名字下官初看时也不敢信，甚至以为是自己查错了。那人是朝堂里位高权重一位大人的客卿，至少3个，且皆是边防重镇的军营。你可知边防重镇涉案意味着什么？给我看。大人请看。但有一事，下官必须先说明。账本上的名字不过是幕前傀儡，真正的幕后之人远在太师府中。说下去，那太师深得皇上信任，权倾朝野，一手遮天。下官查至此处，再难寸进，我等小官根本无能为力。你既知他权倾朝野，为何还敢查？为何还找我？下官不死心，更知唯有大人能破此局。大人虽已远离朝堂，但当年深受百姓爱戴，诸多旧部与忠义势力仍心向大人。更重要的是，大人是皇上向来忌惮之人，您若出手追查，皇上必然会格外关注，必会深思此事背后的猫腻。这一点，旁人万万做不到。大人，此事关乎边境安宁、百姓安危，唯有您能撼动这盘根错节的局面。下官愿顾大人，顾全大局。该是这附近了，希望老伯能记得些往事。老伯您好，我是苏强的孙女婉清，听村里人说您和我爷爷是旧识，想冒昧问您些他年轻时候的事。原来是苏老哥的孙女儿，快进来。你这眉眼跟苏老哥年轻时一模一样，一眼就认出来了。坐吧，想知道他啥旧事，尽管问。
老伯，那我爷爷年轻的时候有没有离开过村子，去过什么远地方？这事儿倒是记着，好些年了。去过的，北边北荣那边，听说是去押镖，一去就是好几年，回来之后就绝口不提了，跟没发生过一样。北荣，竟是北荣。那他去北荣，除了押镖，还做了什么？怎么回来就再也不提了？谁晓得呢？他就说去押镖赚些钱，其余的半个字不说，我们也不好问。那时候村里人还打趣他，说北荣姑娘生得好看，怕是他流连忘返了。只是藏着的平常琐事吗？年轻时候的事儿，谁还没点平常琐事藏在心里的？他不想说，我们自然不追着问。先压下去，别乱了方寸。爷爷，爷爷，北荣，这两件事终究是分不开了。都精神点，到了地方少说话，听我安排。怎么回来了？伤势都养利索了？托顾先生和你的福，已无大碍。今日来是有一事相求，我把兄弟们带来了，都是溃散的，无处可去，想留在这里。我们有力气，能护村子，绝不添乱。此事我做不了主，你们先在此等候，默然闯入，别惊到了村民。我去请顾老大过来定夺。长风，陈柱伤好了，带了20多个溃散的老兵，说无处可去，想留在溪水村，还说能村子不添乱。我不敢擅自做主，特来请你定夺。去看看。你说你们想留在这儿？是，顾先生，我们皆是运粮老兵，虽粮草有失，我等也溃散无依，但尚有几分武力，愿守溪水村周全，只求一处安身之所。多少人？你们都心甘情愿留在这儿？回顾先生，一共21人，兄弟们皆是自愿，愿听顾先生差遣。兄弟们虽残，但护村绰绰有余，绝不拖后腿。21个打过仗的老兵，留住后石水村，便有了真正的武力。从此村子将不再只是单纯的乡村了。留下，守好村子，莫要生事。谢顾先生，我等定不辱命。长风，我去安排兄弟们的住处。找一处干爽的空地，先安置妥当。长风这一步是要动真格的了。四散驻扎，10里为界，3人成组，1人为哨。勿拒守，勿漏行迹，守哨待命。若有不明人员靠近，先观察再上报，不可擅自出手。遵令。属下定严管兄弟们守好分寸，绝不误事。遵令。雷猛，长联络每12个时辰与各值守备联络一次。陈柱，领重兵定值守点，务必划分清晰，每个点位留好标记，不得有疏漏。遵令。联络信号沿用旧制，绝不延误。遵令。属下即刻划分点位，每组指定负责人，确保值守无死角。东西南北分组出发，每组3人，1人守哨，1人巡查，1人传信，各司其职，切勿懈怠，不可擅自离职。长风，我先去挑选联络员，随时待命。盯紧些，异动速报，不可有半分差池。若遇棘手情况，切勿逞强，先护好村子与兄弟们。放心，绝无差池，属下定寸步不离，遇有异动第一时间禀报，定护好村子与兄弟们周全。他定是在思索朝堂旧事，定是查到了什么要紧的东西。这一步终究还是来了，只愿他能平安。曹子虚，古往以来最年轻的国师，黑龙营现任的统帅。当年他那般赤诚，
立誓护国安民，怎会牵涉军械案？怎会与奸佞同流合污？朝堂竟烂至此，连黑龙营这般精锐也已被奸佞渗透。曹子轩尚且如此，不知还有多少人早已变节。此事我必查到底。北荣越了定远河，老奴听说了，夜里便差人去查，只是暂无回信。众爱卿平身吧。北荣的事，你们都说说，该怎么办？陛下，北荣3日前渡定远河，前锋逼近云城，边军已退守险地，但粮草连野菜都快吃不上了。就算有人渗透阻挠粮食运输，去年呢？前年呢？都是粮食储存不足吗？粮食缺口是今年才有的吗？你们一个个都拿着俸禄，难道就没人敢提前奏报？不是，缺口已积3年，历任兵部都不敢奏报。臣无能，不敢瞒陛下，却也不敢直言，怕触怒龙颜，更怕牵动朝堂根基。陛下息怒，臣斗胆进言。臣以为当务之急不是追究过往，而是解云城之困。南3府有存粮，可紧急调粮，走水路，15日便可抵云城，解边军燃眉之急。同时，可遣使前往北荣军营，探其求和条件，打或谈，先知对方所求，方能占据主动。调粮的事，户部今天就办，不得拖延。曹子虚，你盯着，出了半点差错，唯你是问。以后粮草的折子不要再压，谁压的，朕自己会查，不管他是谁，朕都绝不轻饶。傅红，曹子虚说的那些有没有道理？是不是真的能解云城之困？这老奴不懂打仗，不敢妄议朝政，但曹大人说的头头是道，该想到的都想到了，没有遗漏，也没有多余的话，像是备好了的文章，半点破绽都没有。你是说他早有准备，连朕会问什么都算好了？顾长风在溪水村种地的事，你知道吧？老奴略有耳闻，听说是一种叫红薯的东西，一活高产。顾大人过得倒也安稳。继续前行。红薯，陛下，夜深了，该用药了。喝了药能稍缓些疲惫。放着。傅红，先帝在的时候，朝堂上有没有今天这种场面？满朝文武，遇事只会沉默推诿，没人敢说一句真话，没人敢担一分责任。先帝在时，朝堂虽也有纷争，却总有几个人，不管局面多难，不管触怒龙颜，都敢站出来说实话，担责任。说实话的人不讨喜，甚至会获罪，但有用，能让先帝看清真相，能让朝堂有一丝清明。你下去吧。是。种地好啊，种地好，不用瞒谁，不用防谁，不用看着满朝文妇装聋作哑，不用陪着陛下在这朝堂里独自煎熬。周伯，您认的这个对不对？我找了村里好多长辈，没人见过这个印记。您常年在边境讨生活，一定认得他。丫头，你看这个。这个记号，我年轻的时候在北边走货，见过不止一次。北戎人在边境设有联络站，专门跟咱们这边的人打交道，做买卖的、传消息的，甚至还有藏在暗处的细作，各种人都有。每个站都有自己的标识。这个圆形内线3道弧线的是定远和北岸那一带的联络站，当年我在那儿见过好几次。丫头，你这信是从哪儿来的？这印记牵扯的事儿不简单，你可别卷入太深。我爷爷留下的。他走之前什么都没说，我也是最近才发现的。爷爷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为什么会有北戎联络站的印记？
你当年到底做过什么事？丫头，你这眼睛怎么肿成这样？昨晚没睡好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雷大哥，我没事，就是没睡好。顾大哥在哪儿？我有很重要的事找他。一早就去地里了，这会儿应该在查看鼠苗。我查到了，信上那个印记是北戎边境联络站的标识。周伯说，是定远和当年专门用来联络各方的人，有商人，也有细作。他走的时候，什么都没来得及告诉我。我不知道爷爷是好人还是坏人，但他救了你们，在你们最危难的时候，是他出手相助。我知道你很难受，一边是爷爷的秘密，一边是你亲眼所见的恩情，换做任何人都难以抉择。这是你爷爷的东西，你留着，它承载着你对他的念想，也承载着他的过往。你爷爷的事，我会查清楚。不管他当年做过什么，不管结果是什么，我都会告诉你。不瞒你，也骗你。刚熬好的小米粥，暖暖身子。不管出什么事儿，先吃点东西，身子是本钱。谢谢雷大哥。从哪儿来的？怎么这般狼狈？是不是遇上兵祸了？云城北边的村落，我们走了8天，一路逃过来，不敢停，也不敢回头。乡亲们，快出来搭把手！有难民过来了！大姐，你辛苦了，孩子我帮你抱着，你先喝口水，垫垫肚子。北戎人过了定远河，云城已经被围了5天了，守城的兵没有粮食，连野菜都挖光了。我们村的粮也被征光了，再不走，要么饿死。我已经跟了天2夜了，我已经跑不动了。查到了，关于苏老爷子信上的印记，还有军械案的线索，有了眉目。这个联络站的标识不只出现在那封信上，定远和北岸这一带的联络站经手过大量物资转运，包括本该送往边关的军械也以此被运送到了北戎。你确认那些失踪的军械真的通过这个联络站流到了北戎人手里？3条线交叉验证过，绝不会错。军械案账本上那些失踪的军械有一部分没有流入黑市，而是通过边境联络站转手，最终到了北戎人手里。中间的运输线路经过6个节点，其中2个节点的负责人在曹子虚的私人账本上有明确记载，是他的心腹。所以曹子虚不只是贪腐，他是在通敌，是在拿边关将士的性命换自己的荣华富贵。不只是他暗中勾结北戎，不只为了钱财，恐怕还有更大的图谋。苏老爷子在这条线上是什么位置？他当年到底是主动参与还是被胁迫的？线索太零碎，他行事太过隐秘，有可能只是最外切的一环，负责传递简单的消息，也有可能更深，涉及核心转运。继续查，但一定要小心，不要惊动任何人，尤其是曹子徐那边，一旦打草惊蛇，之前的努力就全白费了，还会引来杀身之祸。还有一件事，曹子寻在溪水村附近布了眼线，至少2个人，一个在镇上的茶铺伪装成伙计，一个在东边渡口装作摆渡人，专门监视村里的动静。我知道了，你不用管他们，继续查你的线索，他们暂时还不敢轻举妄动。今天来的那些人，我都看见了，他们的模样令我甚是惋惜呀。云城啊，我当年就住在云城，那时候还是10年前，城墙还是新修的，青砖黛瓦，坚不可摧，粮仓满满的，堆得像小山一样。到了冬天生了火，一屋子兵挤在一起，热闹得很。那时候谁都以为能守得住边关，后来就不行了。先是军械的质量越来越差，刀砍几下就卷了口，甲片脆的一掰就断，根本挡不住北戎人的刀。再后来是粮食，朝廷拨下来的粮越拨越少，上头说我们自己想办法，可边关荒无人烟，我们能想什么办法？有一年冬天，
粮断了整整23天。我们把战马杀了吃，把皮带煮了吃，最后连草根都刨光了，能吃的都吃了，还是填不饱肚子。我那个小旗队12个人，饿死了4个。先是最年轻那个小孩，才16岁，刚入营没多久，还没上过战场，睡着睡着就没气儿了，脸上还带着笑，大概是梦见回家了吧。我们当兵的不怕死在战场上，马革裹尸那是本分，是荣耀，但饿死在自己的阵地上，连敌人的面都没见到，太窝囊，太不甘了。陈叔，对不住。当年若不是我被构陷，军械案我绝不会让它发生，你们也不会受那样的苦，不会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兄弟饿死。你道什么歉？你不是那些贪赃枉法的人，当年的事儿我们都清楚，你也是被冤枉的。我不是睡不着，想起以前的事儿，心里堵得慌。你也睡不着，是不是在想今天的难民？是不是在想云城的将士？陈叔，进去睡吧，夜里凉，旧伤别再犯了，不值得。走南边的羊肠路，绕开镇上的茶铺，那里有曹子虚的眼线，多看一眼都可能露馅。属下明白，绝不靠近茶铺半步，也不与任何路人攀谈。信送到沈大人手中，无需多言，拿到回复后立刻折返。有人在查边境的联络站，而且查得极有针对性。大人，可知是何人所为？是朝廷的人，还是北戎眼线？查不出身份，但对方专查物资转运，连联络站标识都问到了，绝非闲杂人等。大人，线索指向溪水村，除了顾长风，别无他人。溪水村，我真是小看他了，以为他只会守着红薯地，没想到还在挖我根基。所有联络站文书全部销毁，边境节点的人能撤则撤，不能撤就断干净，绝不能留把柄。大人，断干净是指留着他们，迟早被顾长风搅局，我们都会陪葬。你亲自去溪水村，别人去我不放心。属下遵命。只是为何要亲自前往？派几个眼线，难道盯不住一个乡野农夫？顾长风从来不是农夫，他当年手握重兵，靠的是心思手段，派眼线只会打草惊蛇。顾长风，你若敢坏我的事，我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曹子虚应该察觉到了，很快就会有人来查，得尽快布防。从明天开始，安排2个可靠老兵，在村东头、北头各守一个，装作种地，不要露破绽。长风，出什么事了？是不是曹子兄那边有动静？他察觉到我在查联络站，很快会有人来查探虚实。要不要召集兄弟们防备？不用，过早防备会打草惊蛇。来人衣着神色会很突兀，你一看就能分辨。发现可疑人员，不要轻举妄动，不盘问，不跟踪，悄悄记住行踪，告诉我。切记，不要暴露自己和老兵。我明白了，长风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安排妥当，绝不误事。辛苦你了，务必小心。
先生，里面请。小人已备好客房，绝无人打扰。这里就是溪水村吗？姑娘，讨碗水喝行吗？走了半天的路，渴坏了。喝吧。这村子收拾的真好，是有能干人操持吧？我是收药材的，这边山上野黄芪长得不错，你们村有人采过吗？我们种地的，不太懂药材。这有什么懂不懂的？南边啊，我前些年在南边走货，认识个姓苏的老先生。您贵姓不会也是苏吧？姓苏的人多了。好大一片地，今年第一次种，还不知道收成怎么样。这位兄台是这地的主人，种的是红薯，饥荒年能救命，是好东西。你懂种地？不懂，只是走的地方多，听得多。土养得好，看得出花了心思。兄台以前不是种地的吧？以前做什么不重要，现在是种地的。人总得往前看。不过这么大一片地，这么多人，种着种着，可就不只是种地了。地种好能养活人就够了，至于别的，来看看就知道了。那我改天再来看看兄台的红薯，我很感兴趣。上午那个收药材的，不是收药材的。你看出来了？他问了我爷爷的姓，不是随便问的，他知道。他是什么人？难道是不是曹子虚吗？我看是京城来的曹子虚的人。啊，他会再来吗？会。那我们怎么办？该种地种地，但从今天起，不要一个人出村。南三府的粮迟了。回陛下，方才奴才接到南三府极地的快报，只说粮草行至半途有所耽搁，具体迟至几日，奴才已着小太监连夜去曹大人府中核对，尚未得回禀。耽搁？云城守军早已断粮3日，再拖下拖去，还能撑多久？陛下，此次南三府调粮是曹大人一手督办，奴才今日午后便曾去府中催问，曹大人只含糊说途中遇了山险，粮车难行，未曾多言耽搁10日。送到了。送到了。回来时发现进村3条路都有外来人员在围堵，要封死溪水村，多久？快则2、3天。这馒头比昨天好吃。每天都一样的面。这好与坏在心不在面。再过些日子就能摘了。溪水村的小动作你可掐灭。属下无能，但属下斗胆猜测，他们此事并不能直达天庭。交你的事去办吧。
东边来的至少10个人，全蒙着脸，带着刀。莫影呢？已经去那里了。坏了，苏婉琴、陈叔怕是声东击西，抄近路先过去了。走。妈的，又让他跑了！陈叔，陈叔，你别睡。丫头，没事，比饿死好。陈叔，委屈你了，没个像样的棺木。我们会经常来看您的，老陈，一路好走。一路好走，下辈生在个好户人家。这把刀是他们撤的时候落下的。这不是山匪的东西，肯定不是山匪。就这把刀一说明一切，而且附近就黑风寨一个，他们可没这些人强。是有人坐不住了，想要灭口呢。不过这次他们失败了，但终究他们还会来的。我想复仇，需要我做什么？我需要你好好生活，仇恨只会让人变得不幸。你所仇恨的事情，就由我们男人去做吧。他们会第2次来，下一次不会只有15个人。现如今我们不能这么等下去了。信送出去了，但回音需要时间，我们没有时间了。证据必须送进京城，必须到能用它的人手里。那谁去？村子安定下来，我去。啊！你走了，村子怎么办？我走后就由你守护。我跟你走，路上的暗哨我清过一遍，还有几条缝隙可走。娘，还有多久到啊？我好饿，走不动了。快了，快了，前面就是溪水村，到了应该能找到吃的，再坚持会儿。娘，这能吃吗？看着比野草嫩多了。姑娘，记我们名字干啥？不会是要收我们东西吧？大叔放心，不收费。记名字是怕人多乱了，后续分藤条教重法，也好通知到大家。
将带有根须地方斜插，涂拢到这里。顾先生，你看这样对不对？我家娃还等着吃呢，可不敢弄错了。再伸半指，别让根须露太多，怕被太阳晒枯。赵婶儿，这册子您拿着，照着做就行。不认字看图也看得明白。要是还有不懂的，随时问我。谢谢你，姑娘，你可真是个心善的。我们这些不识字的，可全靠你了。没事儿没事儿，老骨头还能扛，多学一点，秋天就能多收一点。小弟弟，你看，根须要朝下，这样才能长出红薯。这东西不挑地，沙土能长，坡地能长，别的粮食活不了的地方它能活。3个月收一茬，1亩地够6口人吃，但它只能保你不饿死。想吃好的，等太平了，咱们再种别的。起，胳膊再抬高点儿。当年在边军怎么教你们的，都忘了。咱们现在是要护着村子，护着田里的粮食。雷哥，太久没练了，手有点生，我一定好好练。3，左边那个再往回撤半步，形成夹角，才能堵住圈口。右边那个往前挪一点，护住侧翼，别给敌人可乘之机。先生，这阵型比咱们之前练得更严实，敌人插不进来也跑不掉。咱们人少，只能靠阵型补，守住阵型就是守住村子。23个加上我24，先生，这人数是不是太少了？上次来15个人，我们都死伤了几个，要是再来更多，这24个人怕是不够守。够守一阵子，等红薯收了，来的人会更多，愿意学操练的也会更多，到时候就不止24个人了。顾先生，你看我插的这几垄是不是比昨天好多了？挺好，比昨天熟练多了。好好种，秋天能收不少，够你和娃吃一冬。这样的日子能撑多久？夜里练兵，白天浇种，你也歇歇。还有那些老兵们，真的能护住大家吗？看地的东西能给多少时间了。红薯长得够快，时间就够。老兵们虽久未操练，但骨子里的纪律还在，再练一阵子，能护住。天宝，北戎5万，3战3溃，粮断40日，云城集。40天，800里加急，北戎5万南下，边军3战3溃，粮草断绝40天，云城、定远2县同时告急。朱清有何良策？臣请调南营2万驰援。南营兵力本就不足，调走2万，南疆谁来守？可否先拨粮？边军饿了40天，就算不打仗也撑不住了。此前送粮因筹备困难拖延，甚至道路上有敌寇骚扰，根本送不到前方。现如今粮又从哪里来？今年秋粮都还没收上来。陛下，臣有一言：边军3溃，非战之罪，是粮之罪。当务之急不是添兵，是止血。臣建议与北戎议和，划定暂时停战线，换3到6个月喘息之机。秋粮一收，重兵边军再做计较。打不起的仗，应打只是多送人命。议和，边军40天没吃饭还在守。太师兼黑龙营元帅，你的一句话就要把他们守的东西送出去。陛下，臣愿以老命担保，再凑半月粮草，臣亲自前往边地，哪怕拼尽老骨头，也能稳住军心呐。林御史赤诚可嘉，可半月粮草从何而来？国库空虚，各州府粮库皆无余粮，强行凑粮只会逼反地方百姓，到时候内忧外患，陛下更是难办。朕何尝不想救边军，何尝想议和？可粮尽兵疲，国库空虚，朕无兵可派，无粮可拨啊！退朝。
靴底夹层里的姓韦的章，你看。军械案的账本，曹子虚在倒卖军械给北荣。这封密信，曹子虚在向北荣提供边军的部署情报。北荣的3次精准进攻，一次都打在边军最薄弱的位置，每一次都卡到换防的间隙，每一次劫粮都掐在粮道上。不是北荣太强，是有人把门打开了。他不只是在卖军械，他在卖整条边防线。定远3营，那是老周的营。这群混蛋！这封信是一把刀，用对了，能把曹子虚连根拔掉；用错了，从今天起，这封信的存在，只有这屋里3个人知道。这是同一个人，卖军械的是他，卖情报的也是他，让边军饿了40天的是他，让北荣知道从哪里打的也是他，从第1枚印到第2枚印，中间隔了多少人的命？这个邮布包现在装着的东西，够掀翻半个朝廷。那些新搭的棚屋，那些新来的人，那些刚种下的红薯藤，所有这些东西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上：没有人知道这里有什么。我决定了，要送进宫里。你说什么？密信踏板和所有证据送进宫，交给李玄。送进宫？送给谁？送给那个把你赶出来的人。当年他怎么对你的？削你兵权的时候，他想过你？你在断魂坡差点死的时候，他在哪儿？你在山里躲了多久？他管过你？他管过你？李玄不会忽略这一点，他会知道我们在哪里，知道我们有多少人，知道我们在做什么。就算他用了这封信扳倒曹子虚，之后他怎么处理我们？当年逼走你的理由现在还在，功高震主。你现在又有兵又粮又有民心，他更不可能放心。前天新来的那家人，赵婶家的男孩，7、8岁，问我红薯什么时候能吃，他饿了3天才走到咱们这儿。3天，7、8岁的孩子饿3天走路，你知道腿会冻成什么样？边境上因朝内这毒瘤，导致多少如他们这边凄惨境遇的百姓啊！我知道李玄是什么人，我没忘记他做过什么，但这封信与其他证据藏在我怀里，每多藏1天，边境就多死一批人。我把信藏着，对我最安全，但那些人的死，就和我有关了。顾老大，你疯了！我没疯，我只是不能让更多人死在这件事上。就算要送，怎么送？信从我们手里发出去，经任何一个中间人都可能被劫。曹子虚的人在盯着每一条进京的路，而且不能让任何人带读。这封信只有李玄亲眼看了才有用，经任何人的手都等于送给曹子虚。有一个人，我在朝中的时候保过一个人，不是大人物，品级很低，当时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是我把他从刀口下拉回来的。他现在还在宫里，不在要职上，做的是不起眼的差事，但他能接触到李渊身边的人。既然这样，我去。这种秘密行事，我最擅长。你要是死了，我去把你背回来。咱们村可算是来新人了。是啊。赵婶儿，你儿子今年几岁了？7岁了。7岁了，那应该也该上学了吧？是啊。
周值守。你是谁？派我来的人，你知道是谁？他有一样东西要送进御书房，只能由你经手，不能过任何人。他还活着，那过着还好吗？活着。明日未时，我换蜡烛的时间，东西放在新竹的底托里，我用蜡封住。进去之后，我把它放在岸上折本的下面。陛下翻折本的时候，自己会看到。妥了。岸上怎会有此物？此物是何人所为？定远布防竟是绝密军情。梅花印，曹子虚竟真的通敌。铁证如山，无可辩驳。朕信他半朝，他毁朕半壁江山。先藏于此，静待时机。陛下，北戎方面传来消息，关于议和一事，对方有了初步回应。臣请详报。准奏。云城守军尚余6000，粮草仍未解决，这正是臣主张议和的原因。拖下去只是消耗。兵部继续筹措粮草，议和之事容后再议。兵部、户部、边关密报都要查。陛下有些反常，定是心中藏事。陛下心有定数，老奴只需静观。3日隐忍，拼图已成。前经办调令下来了，岭南琼州司仓，月底前赴任。我只是个暗单办事的小吏，从没得罪过人，为何偏偏调我去那种地方？莫非是太师那边出了什么事，牵连到我了？前兄保重。
免了，此次秘密邀请前来，沈爱卿不必多礼。自东宫一别已是5、6载，你瞧着比从前苍老些，也清瘦些。好在眼底的那份赤诚半点没变。傅红，你先退下，守在门外，不许任何人靠近。宿州的兵你带得住？不走官道，月底之前，到了之后不要联络任何人，等我的信。一路小心。遵旨。凉台那边千经办调走了，换了个新的，姓吴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太师，凉台那边走不通了，前手艺调走了，新来的姓吴。这笔单子递过去，吴经办说不认识这个流程，要按新规重走审核。调令什么时候下的？5天前。走的什么批次？例行人事轮换，一批15、6份，吏部申报预批。预批？中下层凉台经办的调动，通常由吏部自行处理，但这一批走了预批。去查。这批调令是谁拟的？什么时候呈上去的？中间经过了谁？查仔细点。是，大人。从文选司到内阁到御前，每一步都正常，但新来的吴经办，他在翻旧档。翻旧档？钱守义经手的单据里藏着多少关键？他一个新来的经办，竟敢乱翻！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此事容我再想想。钱守义调走，吴经办翻旧档，调令又是预批，哪有这么多巧合？若真是他动了手，定是已经察觉到了什么。查真相已无意义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主动出击。只要议和事成，所有痕迹便会烟消云散。北戎已有合议，战事久拖民疲，移速遣使预定条款。陛下，边境战事已逾半年，边军疲惫，百姓流离，而北戎方面已数次传达合议。臣以为此时正是议和的最佳窗口，若再迟疑，恐对方改变心意，战事将无限期拖延。太师今日之奏，朝中反应不一，兵部的人还想打。兵部想打，是因为他们不管粮。户部呢？户部巴不得明天就和，秋粮征不上来，军费填不满，再打半年，户部就见底了。那就替我在户部这边多说几句，不用说我的名字，只说数字，数字比名字管用。今日朝会上提了加速议和，措辞比上次急。散朝后，在偏殿见了周景初，时机未到，多说无益，稍有流露便会打草惊蛇。静观其变，有异动，只报结果。奴才遵旨。曹子虚想靠议和洗白，我偏要让战事延续。只要战争未止，他通敌的罪名永远洗不掉。这是我30年前亲手所绘，当年的少年意气，如今只剩汲汲营营。我终究活成了自己最不耻的模样。诉讼北戎信使亲手交付，
不得经第二人之手，延误不得。属下定不辱命。曹子虚抢时间收网，我便拆网，时间站在我这边。只要议和事成，所有痕迹皆可消弭。我绝不能输。好，行，我知道了。吃吧，到了这儿就不饿了。多谢婶子。手指不粗不细，掌心没有后茧，指甲修剪过，不像是百姓逃难的手。婶子，这个村子看着安稳，是谁在管事儿啊？是顾先生。顾先生是当地人吗？在这儿多久了？真正的逃难者最关心吃喝安危，他却在定位管事者的来历。斜面看着旧，鞋底却长途行脚人的千层底，普通农民穿不起，是刻意伪装的。手掌无茧，指甲整齐，泥是抹上的。锄头握法不对，没干过农活。主动打听顾大哥来历，他是被人派来的。村里新来的那个人孙四，不对劲，他的手掌没有茧，指甲修过，手上的泥是后抹的。他不是难民，在田里锄地时锄柄握偏高，用手臂带，他没种过地。他和赵婶聊天时问了谁管事，住哪儿，来了多久。傍晚一个人站在远处朝咱们院子的方向看了很久。他的鞋面是旧的，但鞋底是密缝千层底，没有逃难的农民穿那种鞋。你做得对，这件事不要告诉第三个人，他现在还不知道我们注意到了他，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。那我先回去了。不能赶，他知道路，赶走他，派他来的人会知道我们发现了，下一个来的人我们认不出来，留着他，让他看到我们想让他看到的东西，他传回去的情报就变成我们控制的情报，同时他怎么传，传给谁，比他传什么更重要。明天午后，我和莫影在竹林后面的空地上说话，内容你们都听仔细。第一，莫影10日后出发，走青石口，接应一个北面来的人。第二，我月底前要离开溪水村一趟，你负责让他出现在竹林附近，要自然，不能让他觉得是被带过去的。明天我去溪边洗衣服，竹筐重，找他帮忙搬。孙四哥，帮我搬个东西呗，竹筐太沉了，我一个人提不到溪边。行，我来。孙四干活可勤快啊！我去那边看看有没有能晒衣服的地方。你走青石口那条路，10日后到，街上人就往南撤，不要回村。我这边月底之前也要动一趟，不在村里的时候。出村往东南半里，山路旁一块大石，
石面右侧有条裂缝，他把纸卷塞进去了。石面左上角画了暗号，短横加1点。他做得很熟练，不是第一次。那块石头是预设的联络点，联络点是预设的，说明他来之前有人替他选好了位置。选这个位置的人对村子外围的地形很熟。半里，不远不近，既不会被巡夜的人发现，又能在天亮前来回。纸卷留着不动，等人来取。取的人比放的人重要。放的是手，取的是线，线往上牵，才是我们要的。他今天吃饭比平时快，说明他急。一个训练过的人急成这样，要么是他的任务有实现，要么是他已经很久没有拿到有价值的信息，今天终于拿到了。村子里的日子照旧过，他在我们就演，他不在我们也演，不要让任何人的节奏变了。顾先生说线往上牵才是关键，必须沉住气。还好赶上了，大人催得紧，可不能误事。果然是顾长风的动向，得赶紧送回驿站。出了山林，该加快速度了。但愿能赶上今日的异地班次，不然又要挨罚。这是加急文书，务必速交议程，亲自签收，不得延误吧。加急文书我这就送进去，绝不会误事。驿站，朝廷的驿地系统，这信不是送往北戎。一个人扮成猎户模样从北面来，取了纸卷，改了暗号，便往南走。他并非猎户，而是驿站驿卒。我跟到小镇驿站，见他将情报文件交给了驿站小吏。不是北戎，是朝廷里的人在找我们。这包裹是凌晨从岸县那里接来的，只说要亲手交给陛下，半句多余的话都不敢多问，想来是极重要的东西。陛下，早茶和点心备好了。今日怎么多了个布包？看模样怕是地方送来的药材，可这个时辰不该有这类东西送来。你推到门外守着，任何人不得进来打扰。奴才遵旨。果然是药材，可沈铁约定的密信，会不会就藏在这里面？倒是比其他的轻了不少。找到了，沈铁果然将密信藏在这里。这般隐蔽，倒是避开了不少眼线。臣已至宿州，未走官道，未经驿站，以守备巡查之名入军械库，避开所有眼线，未露丝毫破绽。沈铁办事，朕向来放心。这般谨慎，果然没让朕失望。甲胄，侧载9600副，实存6400副，差3200。长枪，侧载12000杆，实存8000杆，差4000。弩机，侧载2000架，实存1200架，差800。清点用时3日，对照库册逐项核验，不该有丝毫疏后，确保数字精准。好一个曹子虚，竟敢如此大胆，挪用军械伪造账册，简直是无法无天。3200副甲胄，4000杆长枪，800架弩机，这么多军械，绝非正常损耗，分明是成建制转移。他到底想干什么？真是可恶至极！曹子虚狼子野心，竟敢在朕的眼皮子底下转移军械。若不是沈铁及时传来消息，朕还被蒙在鼓里。今日朕便要查清此事，绝不姑息。匿名证据还在暗壳里，只要将2份证据对照，便能彻底坐实曹子虚的罪名。
看他如何抵赖。这匿名证据当初送来时，朕便疑心是指向曹子旭，如今有了沈铁的清单，正好一并核对，若能吻合，便是铁证如山。宿州军械库的调拨单据应该就在这里。左边是匿名送来的出库记录，右边是沈铁实地清点的缺额。甲州分3批出库，1200副、900副、1100副，加起来正好3200副，和沈铁清点的缺额一模一样。出库总数4000杆，沈铁的缺额也是4000杆，又是一模一样。比对弩机，出库记录2批共800架，沈铁清点的缺额亦是800架，3组数字完美吻合，没有一丝偏差。甲仗3200对3200，长枪4000对4000，弩机800对800，没有一丝破差。这不是巧合，是铁一般的事实。曹子勋从宿州军械库转移了足以武装近万人的军械，还用假仗掩盖缺口，前手亦只是他的棋子，他的野心远不止于此。这份证据是扳倒曹子虚的关键，绝不能有丝毫闪失，必须妥善保管。联络点在这里，驿站在这里。驿站归兵部管，能用驿站传私信的人不会是一般人。监察我们的不是北荣，是朝廷里的人。我之前往宫中送过东西，那些东西有2种去向：到了该到的人手里，或者被劫了。如果到了，宫中应该已经有动作；如果被劫了，查我们的人就是劫的人。问题是，坐在这里，我分不清是哪一种。我要去京城。你算是被皇帝强迫流放的身份，京城皇帝眼线那么多，进城就是自投罗网。村子里200多人，你走了真的要让我管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对方派人来就是为了逼你出去？皇帝不喜我的事我想过，返乡这几年，我比以前变化蛮大的，都瘦了2圈，且进城走商贩通道，不走正门。我走后，村子交给你和雷蒙。你说的对，有可能是逼我出去，但如果我不出去，我们就永远是瞎子。他们知道我们在哪儿，在干什么，而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谁。他们有情报驿站，有官兵，还用不完的银子。我们有什么？200人，一座山，几把锄头。瞎子不出门是安全的，但瞎子等在原地等来的只有一件事：饿死或者被杀的那一天。如果宫中那个人确实收到了我送的东西，他一定在做什么，但他不知道我是谁，我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。2个人在对抗同一个敌人，但彼此不通消息，这是最危险的局面。你什么时候走？3天后。我走之后，村子的巡逻、物资、人员按现有的规矩不变。孙四那边继续演，不要让他发现任何异常。我的离开要让孙四看到。啊？我们之前在他面前演的假情报里有一条，我月底前离开村子。我现在真的走了，他会认为假情报被验证了，所有其他假信息的可信度会跟着提高。不走官道，不经驿站，走山路绕到南面的另一座镇，从那里混入商队进京，用一个假名，以药材商贩的身份入城。我需要你帮我准备一些药材样品做掩护。联络方式到了之后我会想办法，如果15天内没有消息回来，应急用的金银花、黄连、干姜、止血粉，用法你知道。我会回来的。
顾先生今天又这么早啊？婶子辛苦，一早便要忙活早饭。小虎最近长高了不少，上次见他还没到我腰，这才几日，又高了些。不是嘛，这孩子长得快，鞋都换了2双，都快穿不下了。顾叔叔早上好。刚睡醒就乱跑，快去帮你娘烧火，别添乱。我这就去。孙四，顾爷，此去前路未卜，溪水村的便托付给你们了。此行我定不能负了信任。顾大哥一路保重，我会守好这里等你回来，你一定要平安，莫要让我担心。大人已安全离去，属下定会守好村子，等候您的指令。铁锅内捆再绑紧点儿，路上颠散了，拿你们赏银赔。六爷，搭个路，到京城方向，分子钱按规矩来。跟着走就行，不掉队，不惹事儿。夜里轮班守货。好。做药材的，小本买卖，甘草、黄芪，跑一趟赚个小钱。师长爷辛苦辛苦，咱是往京城送货的商队，这是通行衙排，您过目。排队，逐个检查，包裹全部打开，不许藏私。排好排好，一个一个过，别急，都配合兵爷检查。师长爷，您放心，都是正经货物，铁锅、陶器，没什么违禁的，您随便查。过。兵爷，都是干蘑菇、木耳，自家晒的，您瞧瞧，干净的很。兵爷，就一封家书，给京城的家人报平安的，没别的东西。行，打开我看看。走吧，走吧，下一个。兵爷、师长爷，小人是走乡串镇的要饭，就一箱药材样品，没别的东西，您费心检查。药材都是自己收的，外面的字儿是谁写的？回师长爷，都是小人自己收的，不值钱的小药材，字是老家的婆娘写的，小人没读过书，写不好字。过，谢师长爷。兵爷您通融通融，这就是一本普通的流水账，记的都是布匹买卖的数目，没别的东西。您别查这么仔细行不行？耽误了行路，损失可就大了。少废话，老实等着，不许喧哗。真是晦气，一本破账册有什么好查的？这得查到什么时候啊？走吧，下一个。查个账本查那么久，耽误行清，这些兵爷真是没事找事儿。六爷，这趟路上查的比往常紧吧？我前2年走这线，可没这么多关卡和巡逻。紧？这算好的了。2个月前那会儿，30里一卡，包裹全拆，连鞋底儿都给你翻开看，连个纸片都不放过。连纸片都查，难不成是在找什么要紧文书？那马六爷，您可听说他们在找什么？谁知道呢？咱就是个走商的，只管交份子钱，守规矩。朝廷的事儿咱不打听，也打听不起。六爷老周，你们说这叫什么事儿？一本流水账查了我1刻钟，连我记的进货价都翻了个遍，难不成我这账本里还藏着军机不成？少废话，兵爷让查就查，
你多嘴两句，万一惹祸上身，整个商队都得跟着你倒霉。六爷说的是，出门在外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只是我瞧着，他们查得再严，也没拦那些出京的人，倒是进京的查得一个比一个细。你倒是眼尖，可不是嘛？上个月我从京城回来，一路顺畅的很，连个拦路的兵丁都没有，就进京方向查得死严。这就奇怪了，若是朝廷要防什么，不该出京进京一起查吗？怎么偏偏只查进京的？谁知道朝廷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我听人私下议论，说是京里有人在查什么私藏文书的案子，怕有人把证据送进京城，才在官道上设了卡，专查进京的行商。原来如此，这倒是委屈了咱们这些走商的，平白耽误功夫。委屈也没办法，这年头走商不易，能平安到地方赚点辛苦钱就不错了。都抓紧点脚步，趁天黑前再走一段，找个避风的地方扎营，别掉队。好嘞，好嘞，六爷。真是晦气，查来查去耽误这么久，今晚能不能赶到扎营的地方都难说了。掌柜的，别抱怨了，六爷都发话了，赶紧走要紧。京城，我来了。5年了，回来了。当初的逃兵犯案都已经过去15年了，这里还是没变。掌柜的，来碗茶。小孙，前面看着。啊。是您。我需要你的帮忙。别问我怎么来的，也别告诉任何人见过我。这几年京城变了不少，朝堂说了算的就一个人，中书省的曹相，军政钱粮人事都是他的人。前年有几个御史上折子看俗他卖官，第2天就被贬到岭南去了。从那以后没人再吭声。现在最大的事就是和北戎议和，曹相力主的满朝文武多半跟着点头。军中有些人不愿意，边关打了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有了点底气，结果要和谈。前2个月调了不少人，兵部那边换了几个郎中，宿州那边的守备也换了，说是例行轮换，但时间不对，这时候换人不寻常。宿州换的那个守备是什么人？叫什么来着？沈什么？听说是个武举出身的，以前在北边戍过边，上面直接调过去的。宿州守备被换成了一个武举出身的人，这个人大概率是去查军械库的。老赵，我在这里住几天，就住后面，住多久都行。陛下，宿州那边递来的物件，奴才瞧着特殊，便单独呈了进来，未让旁人经手。宿州，这个时节怎会突然送来蜜枣？沈铁办事向来周全，这藏信的法子倒也隐蔽。钥匙登记册，倒是个意想不到的突破口。沈铁果然没让朕失望。哼，这一套朕已知晓，
是正常交接程序。副库官，军械库副库官一职，朕记得早已空缺了。3年，军械库乃国之重地，钥匙管理形同铁律，一套钥匙失踪3年竟无人追查，这绝非疏忽。好大的胆子！兵部武库司曹子虚掌控兵部多年，周维宁分明是他安插在军械库的棋子。原来如此，从安插人手慢慢夺下控制权，好一手布局。曹子虚，你藏得可真深。沈铁身为武将，却有这般细致心思，逐块检查墙体，朕果然没看错人。通道口竟真有暗道，火把架重在车辙，还这般光滑，这哪里是临时通道，分明是长期用来转运重物的密道。转运军械，他是要反吗？这笔账，朕必与你清算。顾帅，我今日借着买粮的由头去了南城，打探到一个关键消息：粮台黑市每到深夜就有漠北商人出入，行踪诡秘，账目也从不公开。错不了，就是这里。当年我们追查的军械叫卖赃款，定然是靠这个黑市洗白，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流入曹子虚手中。接下来你多留意粮台的动静，找可靠的人打探黑市的具体账目和往来人员，切记莫打草惊蛇，一旦暴露，我们之前的努力就全白费了。顾帅放心，我一定办妥，绝不让人发现破绽。终于查清楚了，苏州流失的所有军械，经漠北商道层层转运，全都流入了北戎王庭。曹子琴通敌叛国，罪证确凿。末将在，全体集合，连夜启程，直奔京城。我要面圣告发曹子勋，将这个奸贼绳之以法，若有阻拦，格杀勿论。大人，不好了，吏部那边暗中调走了粮台的2名管事，行迹十分可疑，恐怕是有人在暗中探查粮台的动静。万一查到黑市的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即刻封锁全城，严查所有外来商贩，无论身份高低，但凡行迹可疑者，一律扣押审问，不许遗漏一人。若有违抗，以通敌论处。是。顾帅，不好了，官兵搜到这附近了，脚步声越来越近，快进暗前躲一躲。里面的人都出来，奉命搜查外来商贩，赶紧出来接受检查，否则我们就动手了。这是谁的？你这也穿不上吧？伙计的，今儿换下来没洗，就我跟一个伙计，没帮人。军爷要不要翻翻后厨？灶台锅碗都在。记住，见到可疑的人，立刻到兵马司上报。小的明白，军爷放心。官兵走了，看样子搜查不是随机的，他们有重点的查南城的茶馆和客栈。曹子兄要有大动作了。陛下，满朝文武37人联名上奏，北戎使团以后1月有余，再拖恐生变故。臣等恳请陛下于本月内定下议和日期，以安天下。请陛下定夺。37人联名，太师用心良苦。然兵部昨日急报，北境宿州防线粮草缺口仍有30%未补，封扫失修10余处，驻军东衣短缺，边关将士饥寒交保之急。朕若仓促议和，北戎必以为我大燕虚弱至极，漫天要价，朕如何应对？正因国力疲弊，才更需止戈为上。陛下，多拖1日，边军多耗1日粮饷，百姓多受1日苦楚。况且北戎王庭的耐心不是无限的，若他们撕毁合议，挥师南下，陛下那后果……太师说的有理，那便给朕7日，7日之内，朕看完兵部的粮草调度方案，再议此事。
臣遵旨。进来。陛下，明日你出宫一趟，采办笔墨纸砚，走南城崇文坊。奴才明白。明儿又得早起，周公公要去南城采办笔墨，上头派咱们提前去崇文坊几家铺子打招呼。周公公轻易不出宫，这次怎么亲自来了？谁知道呢？陛下的意思。周公公，南城崇文坊，陛下的意思。你觉得这是陛下故意放出来的消息？周德安是先帝的人，之前我也曾借其手往宫里送过东西。陛下让他出宫走南城，不是去买笔墨，是给我留一扇窗。全京城都是曹子虚的眼线，这是陛下能给我的唯一接头机会。可你怎么确定陛下知道你来了？他不一定知道是我，但他在等，等任何一个能帮他扳倒曹子虚的人出现。老先生好眼光，小的贩药材的也懂几分养生。您手背有冻疮旧痕，试试陇西当归泡茶。多谢。这方宴我想借礼间与这位友人细细鉴赏。二位这边请。陛下已收到宿州沈少备的前序密信，军械流失一事，陛下知晓。他一直在暗中布局，只等一个最终明确证据或人。我就是那个人。3条情报，2台洗银路线，黑龙营3000死士，驿站系统全被掌控，请公公亲手交到陛下手上。3日内回音。就这方了。太师，南城暗哨回报，今日午前，周德安出宫至崇文坊汉墨斋采买砚台，期间店内有一名陌生男子，陇西口音，自称药材贩子，二人先后进入屏风后隔间，约1盏茶方出。哦，进了隔间。是，暗哨随后追踪该男子，但此人在崇文坊连转3条械道后消失，登记录役中查无此人。陇西口音，药材贩子，3条巷子甩掉岸上，查无此人。你说一个药材贩子有本事在3条巷子里甩掉我的暗桩？周德安是先帝的人，但皇帝开始用他做事，而且他与顾长风有些渊源。盯死周德安，他的一言一行一字不漏的记录，再给我把那个药材贩子翻出来，死活不论。是。今日遇到一人，交于一伯锦说道是陛下需要的人。那个人什么模样？20出头，扮作要犯，眼神像是上过战场的人。明日退回汉墨斋，就说实质不合上意，要换原路送达。奴才明白。顾长风，你果然回来了。大人，前方野狼沟，过沟翻2道山梁，可绕开凉州。不停，换马不换人，10日内必须到京城。3日后，御花园偏殿吗？